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太阳星辰陈伟霆25年鸡胸疯狂虐心，惊险刺激太生猛。没想到太阳星辰是年底最有惊喜的犯罪港剧，通过一段跨越25年的鸡胸路，故事跌宕起伏，呈现一场人性黑白灰之间的激烈博弈。在双时空破案的设定下，赎罪和复仇都编得精妙绝伦，既惊险刺激又感人至深。当新闻女王原班人马的《黑色月光》口碑惨败后，太阳星辰居然依靠跨时空追凶，让人看到港剧的一丝曙光。该剧紧凑有序，节奏明快，曲折虐心，碾压同期狗尾续貂的《白夜破晓》，令人眼前一亮。香港西九龙重案组警察杨光耀在追查一起连环凶杀案的过程中，意外从1993年穿越到了2018年。遭遇天翻地覆的变故后，他开始重拾新人旧友，并去追杀多年来的幕后真凶。故事很俗套，却拍出了老精品港剧的味道。杨光耀和陈凯晴身为男女主角，却是反套路的同龄妇女。毕竟男主角从93年失踪后，妻子也意外车祸去世，女儿被人领养长大，他除了当上警察，还阴错阳差成为父亲的新搭档，颇有点天意弄人。父女在18年重逢的第一面，居然就大打出手。陈凯晴稽查酒吧毒品，他怀疑杨光耀是逃跑嫌犯，上演一出酷飒女警追捕的精彩好戏。等两人成为搭档后，女方总觉得男主角身份有蹊跷，时刻去警惕他，同样张力十足。等杨光耀重遇老上司后，他假冒卧底陈家杰，用假身份去追查凶案。他遇见嫌疑犯就去搞稍显粗暴的审讯，还不懂如何使用智能手机，都与当下的警队风格大相径庭。陈伟霆演得很泼辣，像旧港剧的那种暴力刑警。男女主角起初互相看不顺眼，一言不合就拌嘴，很像是欢喜冤家。后来杨光耀发现凯晴有女儿手上的伤，便去暗中调查她。等得知她是女儿后，又秒变想方设法关心她，偏偏殷勤永远线不到点，真有点失落。凯晴通过数日接触，渐渐对从天而降的亲爹有了信任，甚至在他被栽赃为凶犯的情况下，选择相信老爸，甚至放走他。这对多年未见的父女如何骨肉相认，亲情如何割舍不断？编剧也选用了反套路的叙事手法。剧名《太阳星辰》暗藏深意，杨光耀代表太阳，陈凯晴代表星星。父女俩像星星太阳一样，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，但又遥相呼应。太阳紧紧围绕守护着星星，后者则吸收其光芒，正如父女关系那样，充满传承感。林文龙饰演的麦志宏，堪称全剧最大的亮点。他不仅神经兮兮的，还在首集就专门打电话给杨光耀挑衅，能制造出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明，又会故意说些犯罪不一定是件坏事之类的危险言论，显得神秘诡异。他能在警察的跟踪注视下买刀，还能逃出疯人院去行凶，每次办案都领先警方一步，不仅猖狂疯癫，还让人恨得牙痒痒。但是随着剧情推进，你会发现他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往事。麦志宏幼年在家被母亲和姐姐打压侮辱，在学校受老师和同学的嘲讽霸凌，就连心爱的小狗被母亲宰了吃肉。老师非但不帮他伸张正义，还要拉偏架，唯独补习老师照顾他，却引诱他去当杀人帮凶。疯子麦志宏和警察杨光耀上演一场跨越25年的大型猫鼠游戏，只是麦志宏才是掌握主导权的猫。他不断跟杨光耀通话，告诉他连环凶案的蛛丝马迹，更多线索也浮出水面，直指90年景顺大厦的惨烈纵火案。麦志宏的连环杀人案
各个死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原来他和补课老师是为了报复纵火案的幕后真凶。反派集团为了改建大厦和非法生意，就放火烧大厦，还收买警方，谎称意外，何其残忍，何其无耻！林文龙在剧中有长发和光头两个造型，后期基本是秃头，象征他逐渐走向了绝路。这位有人格分裂的凶犯，原本被捕后想要招供，却看到补习老师递过的钢笔，瞬间用自杀来掩盖真凶，太触目惊心了。18年的行动处助理处长叶成，他能帮光耀搞到假身份，也能真情实感地替他忧虑，但他早被奸商收买了。他为帮老婆还高利贷，替人作假口供，销毁罪证，泄露消息，等他想自首，反遭灭口。叶成有职业污点，有黑暗秘密，但他也有痛苦、挣扎、后悔，并留下关键性证据，让男主角去追查幕后 boss。谢君豪把人物演得很有分寸感，让人无法用简单的好或坏来评判，只能留下无尽唏嘘。张天明是一名遇害消防员的儿子，男主角当年为安抚他的情绪，答应他一定会找到杀父仇人。25年后，张天明当上警察，他在查案过程中得知老爸为了利益，谎称大楼纵火是意外，才惨遭灭口，人性贪欲，荼毒无穷。等叶成与麦志宏相继死去后，大家才发现隐藏最深的凶手，居然是凯晴的养父母。大名鼎鼎的法医陈子俊与犯罪心理学专家周曼怡，表面上是秉公执法的模范夫妻，实则是纵火案的复仇者，并且变得更疯狂残忍。昔日帅气小生冯德伦变得白发苍苍，胡子拉碴，演技也越加老练。陈子俊凭借一把法医刀，在警界声名远播，却在私下杀人。他昔日因为老爸愧对家人，便在大厦纵火案时亲自锁住大门，坑死老爸，不料祸及无辜。周曼怡看似是文质彬彬的女心理医生，实际上她在后面才暴露身份，这女人才是真正的复仇者。老公只是她的帮凶，但她对丈夫的爱，对养女的深情，周丽淇都演得很细腻，让人看到凶犯可怜与有人性的一面。因为同谋帮凶麦志宏的丧命，陈子俊只能独自行动，开始迅速暴露目标，直接被逮捕归案。心理医生妻子则弃卒保车，暗中下毒陷害大反派。他无意害死养女后，内心挣扎时的痛苦无助，周丽淇也演得拍案叫绝。连环案件中，张家健、印巴人、邓红发、马芙蓉等人挂掉后，吴岱融所饰演的桑达士成为了终极 BOSS。他仗着有权有势，受到警方的保护，还四处捐款，假装是大善人。此人虚伪狡诈，还凡事棋高一招，令人抓不住把柄。剧中警局内部敌我难分，时刻令人提着心吊着胆。而大反派桑达士逃亡的过程中，也从汽车改为水路，不走寻常路的变化，让男主角忙得焦头烂额。等周曼怡杀到，凯晴猝不及防意外惨死，更是充满着悲剧色彩。张天明没来及娶到凯晴，女方便香消玉殒，遗憾终身。陈子俊在给老婆道歉信上添加了新的警示语句：他们只为复仇，忽视了身边的亲人，才坑死了挚爱的养女。因有复仇执念，才玉石俱焚，害人害己。该剧多处出现 Beyond 经典歌曲，其中《情人》这首歌有3种处理方式，从陈凯晴的角度去展现她和父亲杨光耀以及养父母之间的复杂情感，唤醒了港剧久违的怀旧氛围，也让观众看到太阳星辰的强大生命力。本剧入围了戛纳电视节第8届 MIP Drama 展映，并同步在 Netflix 上线。题材是穿越剧，杨光耀最终能回到90年代，同妻女共享天伦之乐，并劝告黑警同僚，警告了凶手夫妇和麦志宏。但没有穿越，
他就不了一切。这部警匪佳作尽管明星众多，剧情曲折虐心，却在年底热度逊色于《九重子我是刑警》，沦为冷门佳作。或许导演要告诉你的是，即便前路艰险，也要不忘初心。假如港剧都有如此诚恳态度，何愁不能重振雄风？